在当今这个被算法、热搜与流量逻辑主导的娱乐生态中，很多演员的走红路径似乎已经被标准化，高强度曝光、密集营销、话题驱动。然而，谭松韵却像一个逆行者。她主演的《逍遥》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，却依然凭借超过 7.71 亿的播放量跻身季度 TOP 10。这种安静爆红的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长期积累后的自然结果。观众并不是被一瞬间吸引，而是在观看过程中逐渐产生信任与依赖。这种慢热型爆发意味着作品本身具备持续吸引力，而演员的表现也具备稳定输出的能力。在短视频时代，观众的注意力极其碎片化，而逍遥的表现却说明，只要内容足够真实，人物足够动人，依然可以穿透信息噪音，被看见，被记住。这不仅是谭松韵个人的胜利，更像是一种对行业浮躁风气的温和反击。当我们将谭松韵与赵丽颖这样的演员进行对比时，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。一种是高爆发式传播，通过视觉冲击、舞台表现或社交媒体话题迅速占领舆论高地；另一种则是低噪音渗透，通过作品本身逐渐积累影响力。赵丽颖的成功模式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，她能够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讨论，形成极强的传播效应。而谭松韵则更像是在种树，她的作品不会在第一时间引发狂潮，但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更多人发现、讨论、认可。这种差异并不代表优劣，而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策略。但从长期来看，稳定输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。因为爆发可以制造奇迹，但稳定才能构建信任，而信任才是观众与演员之间最持久的连接。在影视行业中，投资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选择，而是风险与回报的博弈。对于资本来说，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就是可控性，而谭松韵正是那种让人放心的存在。他几乎没有负面新闻，不参与争议话题，也不依赖营销手段制造关注度。这种低风险属性让他成为许多项目的优选人选，因为他所带来的不只是基础流量，更是一种稳定的观众信任。此外，他的路人缘极强，观众对他没有距离感，反而更容易产生代入与共鸣。这种情感连接比短暂的热度更具商业价值，因为它意味着观众愿意为他的作品持续投入时间与注意力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中，谭松韵的存在就像一张安全牌。它或许不会带来最耀眼的爆发，但却能保证项目不至于失败。这种能力正是它被重新评估的重要原因。在表演艺术中，自然往往被误解为简单，但事实上，自然是一种极高难度的状态，因为它要求演员完全融入角色，同时又不露痕迹。谭松韵的表演风格正是这种去技巧化的技巧。他不会用夸张的情绪去抓住观众，而是通过细节去打动人心。例如，一个微妙的眼神停顿，一句看似随意的对白，往往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层次。在《逍遥》中，他的表现尤其明显。他没有刻意制造高光片段，却让整个角色始终处于真实而流动的状态。观众不会觉得他在演，而是会相信这个人物真的存在。这种能力是长期经验与情感理解的结合，它不容易被剪辑成短视频爆点，却能在完整观看中持续释放魅力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往往越看越有味道。当《逍遥》成功登陆新加坡电视台时，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播出合作，更是一种市场信号。谭松韵的影响力正在突破地域限制，他的形象具备高度的文化通用性，年轻的外表，清晰的情绪表达，亲和的气质，使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容易被接受。相比一些依赖本土文化语境的表演，他的风格更加直观易懂。此外，他的角色往往贴近生活，情感表达不依赖复杂设定，这也降低了观众的理解门槛。这种低门槛高共鸣的特质，使他具备更强的国际传播潜力。在全球影视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，这种能力尤为重要，因为它意味着
他不仅可以在国内保持稳定，还可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获得新的增长空间。随着逍遥的成绩不断被讨论，关于谭松韵是否已经具备扛巨能力的争议也愈发明显。一部分观众认为，他已经用稳定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可以独立支撑一个项目的基本盘。但另一部分声音则认为，他仍然缺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爆款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有当一部作品能够引发全民讨论，改变行业格局时，演员的地位才会被彻底改写。这种分歧其实反映了评价标准的差异，是看长期表现，还是看单点爆发？谭松韵目前所代表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成功模式，而这种模式正在逐渐挑战传统的评价体系。或许未来行业会更加重视稳定性本身，而不是单一的爆款成绩。近年来，观众经历了大量高强度营销的内容轰炸，从热搜话题到短视频剪辑，再到各种话术包装，信息密度不断提升。但与此同时，观众的耐心却在下降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刻意制造的爆点产生抵触情绪，他们不再轻易相信营销，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真实观看来判断作品质量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谭松韵的价值被重新放大，它不依赖噱头，而是依靠内容本身。这种去营销化的路径反而更容易获得观众信任。可以说，它正好踩在一个转折点上，当行业从流量优先逐渐转向内容优先时，它的优势开始显现。这不仅是个人机遇，也是趋势红利。逍遥的成功既可以被看作一次阶段性的突破，也可能是一个更大转变的开端。关键在于接下来的选择与表现。谭松韵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稳定输出，也具备良好的观众基础。但如果他能够在未来遇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作品，那么他的行业地位可能会发生质的飞跃。不过，也有人认为他不需要刻意追求爆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，一种不依赖噪音却持续有效的成长方式。也许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会爆，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娱乐环境中，像他这样的路径是否会成为新的主流。感谢你耐心看到最后。如果你对谭松韵和逍遥有不同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你认为他已经具备扛巨能力了吗？还是还需要一部真正的现象级作品？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获取更多深度影视解析内容。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